親愛的觀眾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《愛情保衛戰》。打開微信搜索"愛情保衛戰"官微視頻號，並且添加關注。每天晚上8點到10點，我們都會開直播，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。接下来，我們掌聲歡迎今天來到節目求助的2組嘉賓登場，歡迎他們。首先要療癒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賓，吳先生，37歲，來自河北，公司主管；侯女士，31歲，來自河北，個體。他們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？當初我不顧一切和他閃婚，並遠嫁到他的城市，可換來的卻是婚後他對我的冷漠和疏遠。結婚5年，我受盡了委屈，如今他還要跟我離婚，我就想問問他憑什麼？他性格特別強勢，控制欲也特別強，總是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，一點也不顧及場合和我的面子，我實在是不想和他過了。我為了這個家付出了全部的心血，卻始終沒得到過他的珍惜與尊重。難道我的真心最後只能換來這一張離婚協議書嗎？哎呦，這今兒是要離婚來的是嗎？想看一下老師給的意見嗎？我也不是非得要離婚。你這麼聽我們的話吗？我們說不離就可以不離是嗎？那你說你聽老師的意見，你為什麼要扔下那張離婚協議書，帶着孩子回你媽那邊啊？我主要是想氣一下你。你想气我？你这樣的作为太不爺們兒了。哪有男的動不動就離家出走的呀？而且這結婚5年了，動不動就跟我分居，動不動就冷戰，我都數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了。最嚴重的一共有2回。主要是他平時的行為我實在是受不了。那你說說咋受不了了？人家幹啥事就是他平时吧特別強勢，而且特別霸道，做事吧总是不考慮後果，給我這個生活還有工作當中帶來挺多的不便。比如說有一次吧，就是我同學聚會嘛，他想去我沒帶他，正喝着酒呢，然後他推門就進去了。也不管不顧，就大吵大鬧的，我們倆就在那個酒桌上就吵起來了。他情緒一激動，就把酒桌也掀了。那你怎麼不說說我為什麼掀你酒桌呀？為啥呀？不就是沒帶你嗎？同學聚會的時候，他們在群裡頭商討說怎麼聚會是吧？去哪？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別人都帶着家屬，他不帶。那是因為他們2個都是我同學，有什麼問題嗎？你說是同學就是同學，你說不是同學就不是同學。我外地來的，我哪知道這些呀？我就覺得他就把我拿不出手，而且跟着他去，我並不是說我就特別想湊這個熱鬧，是因為他動不動就喝多，見着酒他就沒邊了，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是誰了。每回回來喝多了，又鬧孩子又鬧我，然後吐得滿屋子都是。你去了之後把桌子掀了，因為這事兒你倆是不是又分開了？是，那我掀桌子是有原因的，老師，我給他打電話打了10幾個電話他都不接，我就怕真的出點什麼事兒。你是真怕他喝多，還是怕他和異性接觸呀？我都怕。你看。因為他從來沒有給過我安全感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他有一個習慣，總是刪聊天記錄。我其實平時一點這個亂七八糟的關係都沒有，但是他想法就特別多。沒有你為什麼要刪呀？而且你同學半夜就是家裡燈壞了也給你打電話，修馬桶也給你打電話，怎麼着？你是活雷鋒啊？朋友啊，就是同學，就是幫個忙嘛。男同學還是女同學？女朋友？女同學。這女同學沒老公嗎？他們家馬桶壞了，非得讓你半夜3更去修去？就是我們住一個小區，就是比較近嘛。他離婚了是吧？離婚了找你，你去嗎？他去了。幾點啊？都晚上10點半了。就是纯幫忙，也没有。那萬一他是借着这個修馬桶的目的接近你呢？你們小區沒物業嗎？物業晚上他也沒人管呀。他在你們家幹嗎？在我們家什麼都不幹。你們家馬桶壞了誰修啊？肯定也是我修啊。你修過幾回呀？那馬桶這一次漏水了，孩子都不能用，我是不是我自己帶孩子出去買的馬桶啊？你管了嗎？那我在家吗？我沒在家，我怎麼修啊？而且不光是他看我信息，他有一次吧，趁我晚上睡覺的時候，他用我手機偷偷摸摸的給我的通讯錄裡所有的異性發信息，發的是那種宝貝兒你睡了嗎這種曖昧的短信。我早上也沒在意，我也沒看，然後我就去單位了。等我到單位的時候呢，我就感覺就是我這些同事看我的眼光就特別異樣，我也沒多想，直到是我們那個老闆娘給老闆娘也發了。對，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他老闆娘。老闆娘說啥了？他给我叫到辦公室，給我好好訓訓。就是感覺我這個人挺輕浮的。你講的這2件事，最後的結果是不是都是他跟你提出分開？對，就這麼點小事，你說倆人說好了就完事了唄，說過就拉倒了。他認為是小事，他自己拿着東西就搬書房住去了。他認為是小事，你想這些是小事嗎？還有什麼？比如說是引起你們2個人分開或者說分居的大事兒？還有一回他跟我鬧分居，是因為他背着我借給他同學
塊錢，我們又有房貸又有车貸，還有養孩子，每個月花銷加起來七七八八都得小1萬塊錢。他可好，也沒有經過我同意，這個同學1年都聯繫不了2回3回的，他背着我就把這錢借給人家了，說3個月還，到1年了都沒還。男同學還是女同學？男同學。那人家有困難我幫一下，这不很正常嗎？那這是你們的夫妻共同財產，你要跟你老婆商量一下吧。我觉得他平時就是有時候就跟商量不通。然後有一天，他就上我們家來敲門來了，倆人嘀嘀咕咕就出去了。我尋思是不是又要借給他錢呀？我就追出去了。結果倆人可好，在飯店又吃又喝的。他那次來就是來還錢來了啊，因為是他答應我就是幾個月就還嘛，結果拖了1年多，感覺挺不好意思的，說就請我出去喝個酒吧。那我就去吧，我倆就出去喝酒。他呢就是找到飯店，進去就開始指着我那同學說：“你有錢不還，你還有臉在這吃喝。”然後就端着那個酒杯潑到我同學臉上了。剛才說的這3件事，你是不是覺得在你這兒都是小事兒？對呀，本來就是小事，我覺得沒什麼，倆人說開了就拉倒了。但是他就不依不饒的。小片裡面他說你的控制欲太強了。對，就是平時他不管是生活中什麼樣的事，處處都要管着我。就比如說抽煙吧，他就感覺我這抽煙不應該花。我自己吧，抽煙也就抽10多塊錢的煙，但是我總是接觸一些個什麼領導啊、客戶啊，然後我就是有一習慣，就是自己買一些稍微貴的煙，然後見到領導之後或者是客戶發一根煙，然後他就認為我亂花錢。而且最過分的是有一回，他把我這個煙盒，就是我40、50的煙，偷偷的換成那個10多塊錢的煙放在裡邊，然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去見客戶嘛，客戶接過這個煙呢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後就是那種笑了一下。一盒煙1天40、50塊錢，1個月下來這是1000多塊，都夠我閨女上1次幼兒園了。然後當時那業務也沒談成。你業務沒談成是你自己能力問題，你為什麼要責怪到這個煙上呢？你就是找借口，你自己能力不足。從一個小事就能看出這個人品了，你知道嗎？我不知道。平時吃飯，他總是讓我吃一些就是稍微就清淡一點的。你自己不知道你身體啥樣嗎？單位體檢的時候他脂肪肝，我才決定說我倆晚上就吃素，就不帶吃肉的了。吃飯也就算了，就是平時花錢他也控制特別嚴。我每個月工資都是1萬多吧，他就是每個月就給我留1000塊錢零花錢，我還要自己有時候買煙，我還要交自己電話費，然後家裡的水電費他還讓我交。男的覺得憋屈，女的覺得委屈。對，從小我就一直生長在我們家那邊，我沒有出過遠門。然後我為了他，我放下我的爸爸媽媽不管。就我倆剛結婚的時候，結婚3天，我就跟他說，我說咱們回家看看我媽他們去吧，他就不願意去。當時要彩禮，他就不高興了，不願意多給。然後因為這個跟我媽他們就鬧得挺不愉快的，他就特別抵觸跟我爸媽交往。然後回家了呢，就進門的時候叫一聲爸媽，吃完飯自己就鑽屋裡待着去了，從來不出來社交。咱親戚在外頭他也不吭聲，而且回來的時候你都不知道，老師特別過分，我特別心寒。我們開車開了將近6個小時，大晚上10點多才到家。本來就是晚上就挺餓的，又挺累的嘛。到家了，我以為我能吃上口熱乎飯菜呢，哪怕就是說你不是給我新做的，是你們晚上的剩飯也行。可是我進廚房，那餐桌上什麼都沒有。你說誰給你做口热乎？我公公婆婆。因為太晚了。你爸媽根本就不是說不知道咱倆要回來，他知道。他要但凡心裡頭有我的話，知道他們家有這麼個兒媳婦。不，一般大家會想到10點多了，你們應該是晚飯自己吃過的，你們都是成年人了，路上隨便找一個加油站服務區就可以把晚飯解決掉了。因為我特別不喜歡在外邊吃飯，我喜歡自己家做。你是對公婆因為從這些事兒上開始就不滿了是嗎？是因為我感覺不到他們在乎我。你們有沒有想過呀，和那個公婆那個分開住呀？因為當時房子沒有裝修好，只能在一起住。哦，現在分開了。現在因為鬧矛盾分開了。啊，鬧啥矛盾？因為他從始至終，我在他家我都得不到相應的待遇，我就覺得他們家根本就不把我当一家人看。就包括我倆結婚第1年過年的時候，作為新女婿是不回老丈人家門上，那是不是得又是盒子又是点心的往家帶呀？然後我公公婆婆他們也不說，就说啊，你回去路上带點你们倆吃的就行了。然后他也不買，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張羅的。然後回到我們家了呢，也是一樣的，跟之前。而且就這件事，我倆還吵了一架。我說我想回家過年，他說我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你回什麼家過年呀？結婚第1年哪有說回這個老丈人家過年了？我最委屈的還有就是我孕期的時候，3個多月他就走了，他去外地出差，一出差就是6個月。這6個月裡頭幾乎就沒有給我打過電話，而且他爸媽從來沒有跟我1次產檢過。我就覺得我特別委屈，本來我就想着還
熬一熬是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。可是月子里头他也不管我，也不给我洗脚，也不给我梳头发，也不给我洗袜子的。月子里他管孩子吗？他不管，他自己搬到一个屋去住去，他嫌孩子我俩吵。我妈管呀。你妈管，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妈怎么管的。每天我就只有3顿饭的时候能见着她。月子里头孩子特別鬧，就是每天都讓抱着。到現在我都落下月子病了，我這胳膊一到陰天下雨的時候我就特別疼。我抱了1個月，沒有人知道，他也看不着，他媽也看不着。因為我父母他平時還要幹農活，他們也挺累也挺忙的，就是我也給他到點兒給做個飯呀，晚上幫他帶孩子，但是他還不理解。我嫁進他們家5年了，從來沒有人把我當成一家人過。什麼節日了、生日了啥的，我沒有得到過相應的待遇。我公公婆婆不在乎我，他也不在乎我。去年不是給你過了嗎？而且我媽還給他買了一個金戒指。你好意思拿這事兒往這台上說？你媽買的戒指多大呀？那有什麼不好意思的？那是金的嗎？是金的，連1克都不到。那是老人一個心意吧，對不對？說明人家想着你。哎，你是結婚這5年，只有去年1年給他過生日了嗎？是。有祝福嗎？有紅包嗎？什麼都沒有。我連頓現成的飯我都吃不上。你的生日過嗎？他生日的時候，每年我都會精心準備，叫上他的朋友，叫上他爹媽，我給他做飯，給他買東西，買禮物。可是我從來都沒有換回來過1回。先生來了，說想聽聽我們的意見，就是看看他的這個決定對不對。如果100分的話，有多少分不想過了？30分嗎？女士，100分，你有多少分不想過了？我1分都沒有。來，我們聽聽老師們怎麼講啊。來，於老師，一個家往往是做妻子的掌握着家庭的溫度。你們這個家的婚姻平衡已經被徹底的打破了。在這一方面，妻子難辭其咎。一個妻子在婚姻當中透出的極端、霸道、無理性，甚至蠻不講理，已經無與倫比。恕我直言，你認為的小事，任何一件足以摧毀一段婚姻。按你這樣的極端霸道，想讓婆媳關係不產生矛盾都難。丈夫的冷暴力絕對不是一種正確的處置方式，但你有發現，它是難以忍受。你們的家已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你們這段婚姻，我真的不勸和，離開對雙方都好。我大概率認為你們是走不下去的。為什麼這麼講呢？因為你遠嫁，你呢就想獲得更高的標準和呵護，甚至更高的要求。這個家庭稍微有一點不如意，你可能覺得自己虧了，我嫁虧了。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？你現在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，而且我相信你短時間之內你也改變不了。這個問題更致命，你不管是處理家裡的事還是家外的事，你是不計後果的。男士呢，第一呢是不坦誠，而且你採取的方式呢也是另外一種方式的極端。你採取的是不理不睬、分居、冷暴力，這邊過熱，這邊過冷，你們需要一個溫度的調和，但是我看很難改變。10萬對你們家庭來講，這個數額比較大。夫妻共同財產，你不管基於什麼原因，大額財產事先說明，事中商量，事後確認。還有一點，一方面你這婆媳關係不太好，對吧？另外你看你老公和你娘家關係也不太好。我假設一種情況，你婆媳關係很好，你呢和你那個岳父岳母關係好，你出現問題之後啊，你這個公公婆婆和你岳父岳母還能撮合。你們現在連這個撮合機會都沒有，你說你們怎麼和好？所以綜上法理情3方面，我認為你們大概率走下去的時間不會太長。因為現在什麼？現在女兒還小，如果假設女兒大呢，比如說18歲，大學畢業了，你們很有可能將來就會離婚。好，謝謝任律。那麼要提醒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，現在可以去搜索我們北京冠領律師事務所的微信公眾號，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問題呢，都可以去諮詢我們任律。婚姻呢，其實有2種狀態，一種叫做餘生，一種叫做搭夥。說白了就是你倆呀都沒想好好過這日子。每個人在婚姻當中做的這些事兒，真的聽完之後都會讓人大跌眼鏡。
所以你俩現在就感覺像兩個敵人一樣。還有一點其實挺可怕的，兩個人沒有那麼深的愛，男士對女士已經內心其實是有一些嫌棄的成分在。我不知道你們這個婚姻繼續下去是怎麼樣，但是肯定暫時分不開，因為兩個人都沒有找好後路。所以我提醒女士，如果你繼續作下去，你繼續把這個男人往外推，那就會從30%的想離變成70%的想離。那剩下的30%不想離，有一天當一個女人出現，她就會變成100%一定要離。另外就跟男士說啊，我不知道你想找一個什麼樣的老婆，但是如果你想找一個像媽一樣的女人，你呢就得像兒子一樣聽話。如果你想找一個像女兒一樣乖巧又依賴你的女人，又會撒嬌，那你就得像爹一樣，得給錢，得哄着，得寵着，你還不能有半句怨言。你跟誰結婚都一樣，你換一個老婆也一樣。有娃了，日子能好好過還是盡量好好過。但是如果兩個人都不是說心往一塊兒想，勁兒往一塊兒使，都在往這個婚姻裡面撒灰，沒有給他加分的話，那還就真不如分開。咱们別說倆人的事，咱們先說自己啊。侯女士，你可愛嗎？以前我覺得我挺可愛的，但是我現在……你覺得你可愛？有多少人愛過你？你的爸爸媽媽應該很愛你吧？對。他們落什麼好了？幾百公里噌家你就走了。對於你爸你媽來說，忍着吧。你說你有多受寵？你爸爸媽媽愛你沒落着好，他愛過你嗎？我感覺他沒有愛過我。好，反正他也沒落着好。你女兒愛你嗎？肯定愛呀，我是他媽。他的家馬上就要爹媽就要離婚了，你女兒愛你也沒落着好。哎，愛你的人怎麼都沒落着好啊？是這世界錯了，是你錯了。一個極端自私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。然後呢，老吳啊，人都說兔子不吃窩邊草，您都沒出小區呢。那30%裡有多少是因為這鄰居啊？哎，你也是，這時候你怎麼不敢了？你上門敲敲門，姐們兒，我看一眼，您長得多沉魚落雁，你怎麼不敢了？人家同學聚會沒欺負你，你上去給人掀桌子，這欺負到你門口了，你怎麼不敲個門？咱也得看看什麼模樣啊！我不敢去，就是不敢去吧？你看，不敢去吧？我是合法妻子，我為什麼不敢去啊？所以二位，咱都看看自己幹了什麼事兒，再說對方。妻子變得可愛一點，丈夫自己約束自己一點，咱這日子能過。其實我真的覺得你們兩個人非常了解對方，遞過去的刀子都能準確地遞到對方的7寸那裡。你知道你的丈夫是一個非常在乎面子的人，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讓他的面子片甲不留。你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妻子是一個非常害怕失去和離開的人，所以你無數次的離家出走，你們每一刀都是針對着對方最怕的軟肋去的。所以究竟是情緒化表達，還是表達情緒？你們兩個成年人，這個事情其實並不需要我多講。我只是真的很心疼，很心疼那個小姑娘。在這樣一種驚恐之下，不停的失去，不停的情緒化的表達，不停的焦慮，在這樣一個家庭當中去成長起來的一個女孩子，她未來會成為什麼樣？她這輩子還有沒有幸福可言？不是只有你自私啊，姑娘，你也一樣。我們常常說，一個人的瘋，很有可能是被那個默不作聲的人給逼瘋的。把你的妻子的情緒給夠了，補足了，看得清楚他真正需要的東西，其實對於你來說，才是你所有化解問題的那個最關鍵的心結。妻子，我覺得，如果你希望你的女兒將來可以遇見一個珍視她、愛護她，可以把她一輩子好好捧在手心裡的人，
你從現在開始，每一次情緒要爆發之前，先給自己一點沉靜的時間，哪怕只有5秒，數5個數，讓自己安靜一下。每個人的行為都需要修正，但是確實，妻子在你這段婚姻當中表達激情的濃度確實是高的，但它不意味着你就對，我們不用對錯說事，我們只是看得到你們真正內心需要的東西罷了。接下來我们請2組嘉賓交換位置，來。本期第2對情感嘉賓，阿強33歲，來自遼寧，私營業主；小文30歲，來自遼寧，公司職員。那麼他們又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？他嘛，他就是一言堂，一天幹點什麼事都得聽他的。不管发生什麼事情，他永遠都覺得錯的是我。他只要他一不順心，隨時隨地的去發瘋，身邊人都怕了他了都。他一直陽奉陰違，裝傻充愣的算計我。你希望對方怎麼改正？一天吶，別老作了，體諒體諒身邊的親人吧。說到就做到，過日子別總和稀泥。這咋這5年婚姻過成這樣了呢？老師，我覺得實在是跟他過不下去了。他總撒謊騙我。1個多月前吧，我用他手機點外賣，然後就看着他手機裡有個轉賬記錄，就是給他媽轉了3萬塊錢。然後我就問他，我給我媽轉點錢怎的了呀？那这什麼錢呀？他也不是300、500的。然後我就問他呀，他支支吾吾的答不上來。然後我就查，這一查真是大跌眼鏡了，都嚇我一跳。這5年來，他給他媽轉了30、40萬，你不說掙錢都給我了嗎？那這錢哪來的呀？自己掙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說，其實你每個月掙多少，或者每年掙多少，你老婆是不知道的。我不知道，他是自己做生意的，然後我平時也不去查他的賬什麼的。然後他說我掙錢都給你，我就覺得，哎，我老公還挺好的，掙錢都給我了，這好什麼呀？這不就都是騙我的嗎？但這裡有個問題，你給自己的母親轉這麼多錢，是孝順呢，還是有其他原因呢？是有其他原因的。父母啊，含辛茹苦把我養大了，那個爸媽呀，到歲數了，爬樓梯上不去，換了一個電梯房。老頭老太都退休了，那點退休金還房貸可能很吃勁。你說也沒耽誤他吃，也沒耽誤他喝，自己手裡有點閒錢，那你說父母遇到這了，我是不是得支持一下？你至少得跟我說吧，那是我們2個人的錢呀。咱倆的錢也沒耽誤你上我媽那把錢要回來呀。那是我去要的呀，老師，那是他讓我去的啊，他帶着我去的。當時他就生氣了，抄起來手機就給我婆婆打電話了，說啊，準備3萬塊錢。趕緊的啊，給他。然後大半夜的，他就拉着我去婆婆那兒了。進屋了，他說趕緊給他數錢啊，不過了，離婚。那你說這東西，我給我爸媽拿3萬塊錢，那是多大事啊？那我們都結婚5年了，那我們2個的錢都是我們2個的婚內財產嗎？你得跟我說吧，你徵求我同意了吗？就是你給爸媽還房貸這件事是在你們結婚之前就已經發生了，是嗎？對。只不過結了婚之後，這事兒你就自動的沒有跟他去說，而不是說發生在結婚之後。對，因為他不知道這事兒，就是咱倆的婚房是全款買的，父母給拿錢。你說本來就給我架在那兒了，是他讓我帶着我去要錢呢。那不還是因為你作嗎？那我控制不了，沒有辦法了，就只能去帶你回家，讓我媽當面去給你解釋這個問題。可是我去了也沒給我好臉色呀！啊，婆婆支支吾吾的。我打斷一下啊，是這樣的，這個男士啊，你對父母呢有這個贍養的義務，但是這個額度呢，它要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，而且你替父母還房貸，嚴格來講，這個不屬於贍養。贍養一般都是基本的衣食住行。如果父母看病，這就是贍養了吧？對，你的重大疾病的話，那你可能需要大額的消費。那咱接着說，最後反正就是這個錢，你婆婆給你了嗎？我拿了3萬塊錢啊，拿了3萬。對，是因為是他帶着我去的啊，然後我婆婆也向着他拉偏架，然後當時也沒給我什麼好臉子，然後他還給我爸媽打電話說，讓你爸你媽給你接走，日子沒法過了，就真給我媽打了。然後當時呢，我姥爺生病住院，在 ICU 裡面呢，我媽已經很傷心很難過了，她也顧不上我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家這段時間呢，我們2個
一直在冷戰，他也沒找我。然後我姥爺病危了，我弟弟就給他打電話，就說那你過來吧。他可倒好，去了之後什麼都沒跟我說，還拉着我姐夫在外面告我黑狀，說我倆吵架了，怎麼着的。這個時候他還跟我娘家人說我壞話，然後呢，什麼他都不管。他姥爺都走了，這個時候不應該先安慰老婆嗎？因為當時跟我回家去要錢的時候，就跟我媽整的也很下不来台。我情緒吓着我的，我的情緒根本沒有人感受。那個短片裡面女生還說，除了陽奉陰违，然後還說她說的都做不到。她是那種說的話不算數那樣嗎？對，她經常這樣的，就不止1次2次了。之前七夕的時候，她跟我說的可好了，就答應我給我買一個1萬多塊錢的包，然後我還盼着她晚上下班回家，然后做了一桌子飯菜，然後等她。她一進門，然後我說：“哎，老公節日快樂呀！”然後她說：“啊，快樂。”然後我說：“那我禮物呢？”她說：“早上不是給你轉紅包了嗎？”我說：“那你答應我的包呢？”然後他說：“最近手頭緊，以後再說吧。”沒以後再說，過2天就給你買了。過多長時間呀？過了1個多月了。那包他還是那不也給你買了嗎？那是怎麼買的呀？不是我鬧來的。這事兒不止1次了。之前我懷孕的時候，他就答應給我換個車，然後等我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了，這個車一直都沒買，就壓根兒不提這事兒了。然後一提呢，就說那個手頭緊。不是，那車最後不也給你買了嗎？那啥時候給我買的呀？是我媽覺得我倆別再因為這種事兒爭吵了，就把她的車給我開了。她覺得沒面子，她才給我買的。就是反正也都落不是，要不就別接着買了。不買我還能繼續鬧，那他答應我的事兒啊。車和包鬧了以後都會實現了吧？就是買車這個，不是說誰家上來都能有這個錢去買一個全款車。我這邊做點小买賣，資金也是需要周轉的，咱是得先看看这個車哪個更適合你，這不是有個周期嗎？他一天脾氣太大了，跟誰都處不到一起去，一言不合就發瘋，誰也控制不住。咋發瘋？就身邊的親戚朋友，他爸他媽，我爸我媽都得躲着他點走。他会因為什麼事兒發瘋啊？之前有一回晚上，孩子半夜哭了，然後我起來哄孩子。哄完孩子啊，孩子睡着了，我也放床上，當時不小心就压着他一下，這家伙跟我倆好頓吵吵。那我就覺得你是故意的，你哄幾次孩子呀？哎呀，這不就個小事兒嗎？不注意的，對吧？一點不小。我把孩子放下，他踹我，差不點給我踹地下去。之後有一回因為什麼事，家裡換門，那個新門淘汰下來那個紙殼啊，讓我留好，等那個舊門呐運走的時候啊，方便給那舊門套上。當時啊，我跟那個收破爛了，然後我就忙工作去了。回來之後，我發現呐，那個收破爛也沒管那些事兒，全給拿走了。完了，天塌了。那我咋跟你說？好顿吵吵啊！你是个廢物，你這點事兒你都辦不好啊！我說我到時候再給你買新紙盒，我不要，我就要原來那個。你上垃圾站，你就給我把那舊紙盒給我掏回來。所以就是小公主嘛，有點。我也就跟你吵吵唄。哎，你還跟我吵吵？跟我媽你少吵吵了。之前那個我媽跟我爸過來看孩子，他一瞅家裡來人了，聲也不吱，把孩子給我媽一扔，自己進屋忙他自己事了。我就是對媽有意見呀。我們剛結婚的時候，他媽就說那個你們早點要孩子，然後我給你們帶。結果呢，一天都沒帶過吧，還覺得是我的問題扣在我身上了。我終於知道他的陽奉陰違的，說到不做到，都是像誰了。他不光跟我媽幹，跟他自己媽他也幹仗。那我老丈母娘辛辛苦苦給帶孩子，從孩子生出來就是老丈母娘一手給帶，回走了，孩子到點哭了，哭完事之後，老丈母娘合計說給孩子餵點奶吧，是不餓了呀？他不樂意了跟老丈母娘吵吵把火的你這得按時按點定量你才能餵，你給孩子撐着怎麼整像你們那老一輩沒文化的時候瞎餵呢？我說你哪有這麼跟你媽說話的呀？然後他這覺着我沒向着他了，給我好頓噴。那我是跟我媽那麼說話，那因為什麼呀？那不是因為孩子沒人帶嗎？全是我媽帶嗎？那之前那婆婆還跟我說要生2胎，這事兒我都跟她說過很多次了。我說別提了，別提了然後呢，她不還是提嗎？
老太太提這個東西是閒唠人說這麼一句，讓他聽着了，然後就不樂意了。他除了跟他自己的親媽、跟你的媽媽发脾气，還會跟誰发脾氣？我之前跟表姐俩逛街，不知道唠啥了，回手又來劲儿了，上我那表姨家好顿吵吵。他不是往我身上扣屎盆子吗？当時是我們一起逛街，然後就逛街的時候，表姐就說：“哎呀，我這命挺苦的，不像你啊。我婆婆家当時結婚也沒給我多少錢啊，不像你婆婆啊，給你這麼多錢啥的。”我當時就是啥呢？我也沒有诋毀誰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安慰表姐，就是說大家过得都差不多，我婆婆給我的彩禮也沒比你的彩禮多多少。這回頭表姐回家就跟她媽打電話就說了，說我說的，我嫌我婆婆給我彩禮給的少了。那我根本都不是這個事兒啊，我是为了安慰她。那你就因為這事兒就到人家去吵去了，去對峙去了是嗎？對，人家最起碼是長輩。你上人家吵那就是不對的，我得把事兒搞清楚了呀。因為別人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到你呢，完了天都塌了。我也沒別的意思，我不就這樣嗎？啊，對，你就這樣。那我身邊的同事、朋友啥的，全不放過。來吧，於老師。我看到你們兩個夫妻的矛盾，我想到了我們古人的一句話：夫以妻為貴，妻賢夫禍少。你剛才講述的所有的這一些事情，我認為和陽奉陰違沾不上邊。確實是一個丈夫在家裡說大話說滿話，最後自己做不到，但是在你的威逼下，最後還是都實現了。男人確實一言九鼎，我們的承諾就要實現，但是家庭是一個非常溫暖又放鬆的場合，男人難免會說點大話滿話，但實際上他有時候做不到。做妻子的就要咄咄逼人嗎？我們就要這樣的去對待他嗎？你說要離婚，還真是你這樣的狀況適合離婚。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還拽着他，拖着他，還求着他。你也有問題，但更多的問題，他擊碎的是你們的婚姻平衡吧？所以你們兩個人應該換個位啊，是應該丈夫要求離婚。我認為啊，你們離不了，為什麼呢？你離不開他，但他能離開你。其實你們之間都是一些鍋碗瓢盆的小事，但你就是不依不饒。你對男士你是有依靠感的，同時你又有安全感不足，竟然呢激化了你更強勢。雖然男士呢這個財產呢就是沒有完全向你公開，但是你別忘了他是做生意的，收入往往是波動的。你比如這個月我可能掙3萬，那個下個月可能不掙錢，這個時候呢你反而會增加你的不信任感。就是我覺得你把你真實的收入情況跟你老婆說一說，到底你的旺季是什麼，你的淡季是什麼，對吧？你大概在哪個月收入高，哪個月收入低，這個你一個大概範圍可以跟你老婆講一講。這是我談的第一點。第二點是這樣的，我看你們剛才你們都涉及到一個問題，就是長輩對孩子的照顧和撫養，從法律上來講沒有這個義務，你們的孩子就是你們照顧。至於說你的婆婆你的母親對孩子的照顧，那是情理上的。第三點呢，整體來說我覺得男士不錯，你和他離了婚之後你找不到這么好的男的，但是我覺得你有一點生活中的小竅門，你以後啊不要先說，你先做，做完之後再說，因為你先說之後就做不到，給他留下了把柄啊。男士是這樣的，包括剛才的整體的陳述，我感覺你那個自信滿滿，優越感過高，你這個會帶來一個什麼問題呢？你會帶來忽視對女方的一些照顧，因為夫妻之間還得平等嘛，對吧？你收入再高，你收入低，那咱们都是為了這個家庭呀，還得尊重，還得包容，還得平等。那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，如果想要更多了解我們任占敏律師呢，可以去搜索我們北京冠領律師事務所的微信公眾號，有任何的法律問題都可以去請教我們任律啊。結婚其實就是兩個人從兩個原生家庭當中脫離出來，組成一個新的小家庭。
但是脫離出來原生家庭之後呢，成立這個小家，那重心肯定是要放在小家庭的。結婚這件事情就是要2個人都各自捨棄一部分權利，這就是結婚的意義。為什麼小文心裡面這麼多的不滿？其實看似都是小事兒，但是背後有一個大的問题，就是小文在爭夺婚姻當中的主管权，他要在這段婚姻生活当中做主。現在之所以他這樣的一個情緒，是因為他失控了。所以當一個人面對失控的時候，他就會發瘋。通过他发现你给你爸媽轉3萬塊錢這件事，他發現我對你不了解，沒有了安全感，他背後就是失控的情緒嘛。所以之後他所有的事其實都在着吧這件事兒。所以頭在於你們結婚之後，你有一些婚前的情況沒有跟他說清楚。但是有一點，見好就收，作過頭了。有的時候其實苦的是你自己。你以為你跟他鬧，你跟他作，然後你會把這個男人收入囊中嗎？不會的，你只會讓這個男人找到更多的權宜之計。所以女生到最後作到最後發現，作的是自己，鬧的是自己。另外一半他從來沒有被你帶進這個漩渦當中。這個小文，你覺得自己可愛嗎？不怎麼可愛的。哦，你不可爱，就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女孩寵到蠻不講理，認為天經地義呢？這些爹媽都怎麼想的？女孩可以有優越感，但是女孩得講道理呀。強哥，離嘛，咱換個舒服點的，這連親媽來當看孩子，連親媽都罵的主，咱伺候不起，咱找一角，咱自己歇歇不行嗎？讓他反省反省。讓他反省反省啊！對，他說不離，他說你反省反省，你對我好點，你覺得能過嗎？還你覺着你上他那個表姨那兒，你覺着你有理，他怎麼能說這話呢？表姨那是長輩啊，你上門罵人一頓，你覺得他好辦嗎？你覺得他得幹什麼？他得攔着我。攔不住啊！您攔得住嗎？你要一垃圾盒子，我都得奔垃圾場給你撿去，我攔得住你？他不敢攔。哎，以後我還跟你說實話嗎？我跟你說實話，哪次落好了還離嗎？你先告訴我還離不離？我建議離。那個強哥，離了吧，你達不到人家要求，你媽也達不到人家要求，你還有一耽誤事的表姨，離了吧。我的意見是二位離了吧，咱哪能受這委屈啊？離了吧。我覺得你不想離婚，你只是想贏。對。往往我們都說，越是不夠強的人，才會事事都想贏。所以在你們2個人之間，究竟誰的能力會更強，對這個婚姻更有支撐性？其實在你回答我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你已經非常清楚了。而且我還告訴你一個小規律，往往在一段親密關係當中，特別能夠抱怨的那個人，往往服從性會越高。你給他個包，他就又跟你和好如初了。你把那錢要回來，他又跟你好好過日子了。他想用這種方式去表達他的那種和你比肩站在一起的那點小驕傲。但是姑娘，這個驕傲不是你自己創造來的。這個驕傲要是用這種方式要來的話，你可以要來1年、3年、5年、50年，你要得到嗎？為什麼2個人爭吵的過程當中，會有一個人沒有那麼願意跟你面對面的吵？我們都聽過一個詞叫做幸福者退讓，是因為不是說他會對你表達出來這個情緒，或者你給他提供的這個家庭氛圍有多滿意多幸福，而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對於你們更長遠的婚姻有期待，所以他為了更長遠的婚姻在做退讓。那比較起來，是不是咱們就顯得很短視了呢？你也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鬧到這兒，無非你就在想要一個後援團幫着你一塊兒贏。姑娘，在這個婚姻當中敢輸的人才是最後的贏家。謝謝呂老師。接下來呢，我們要請我們的2組嘉賓先回到門後。
好，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，歡迎大家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，並且添加關注。每天晚上8點到10點，我們都會開直播，我們的情感導師呢都會在線幫大家答疑解惑，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啊。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第一組嘉賓，他們兩個人是否會出來啊？來，3、2、1，請開門。這對夫妻要出來，我認為有點難哦。能出來？哎，真出来了！出來了，出来了。你们说说吧。可能就是确实有时做事欠考慮吧，沒想那麼多。你還去給人修馬桶嗎？不去了。行嗎？滿意嗎？滿意，滿意啊。好。那你自己呢？我自己我也控制我的。你是不是也要反思很多呢？以後我做事不會那麼極端了。美好發生怎能不看？接下來進入中國廣電真情時刻。好，請亮燈。謝謝你們啊，祝你們幸福。好，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們，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的視頻號和公眾號，記着啊，我們報名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，小心被騙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第二組嘉賓他們的結果啊，來3、2、1，請開門。我不會，這得硬到底，這個肯定硬到底。這個不會。小仙女哪能低下高貴的頭？哎，這個倒沒有啊，這奇怪了，沒贏啊。哎，不管怎麼樣，希望他們兩個人能夠各自都有妥協吧，就要不然的話，日子走下去是挺難的。接下來進入婚戀新說法。我父母給我買了一些物業，每年租金有100萬，這些錢屬於我和妻子的共同財產嗎？這筆錢我可以不告訴妻子嗎？這筆租金應當屬於夫妻的共同財產。根據民法典第1062條規定，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生產、經營、投資所產生的收益屬於夫妻的共同財產。本案中的租金就是你們投資物業所產生的，所以屬於您和你的妻子共同所有。如果這筆錢你不告訴你的妻子，會存在法律風險。比如，在離婚分割財產時，如果發現你有隱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，您的妻子可以主張您少分或者不分。我們下一期愛情保衛戰再見。